男人狠心抛弃了自己亲生骨肉，可他没想到的是，36年后那个弃婴竟成为了年薪千万的成功人士。可这天儿子却找到了他，并好心的把他接到自己的豪宅里。但几天后，兰德尔的养父母突然到访，兰德尔如实告诉了养母，他找到了自己亲生父亲，并打算给他养老送终。养母听此非常惊讶，但更多的是失望。她和丈夫含辛茹苦把他养大，终究是养恩抵不过生恩。Well, where is he? I'd like to meet him. He's in Annie's room. Okay. 养母气势汹汹地来到威廉的房间，和他打招呼，宣示着主权。可兰德尔看到两人模样，貌似是认识。接着，养母希望和威廉单独谈谈。兰德尔听后转身离开了房间。We had a deal. I won't tell him if that's what you're thinking. All those, it will break him, knowing that he could have known you, and that I kept him from them. 威廉知道这是明智之举。当年的他身无分文，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兰德尔。如今他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希望和儿子一起度过。Who I raised is gonna put everything he has into trying to save you because that's who he is. It's gonna come in front of his job, in front of his marriage, and in front of his time with his kids. So you better damn well be worth that. 说完，丽贝卡就离开了。这些话让威廉心里很不是滋味。兰德尔送走养父母后，等他前来找威廉时，发现房间空无一人，于是他赶忙开车出去寻找。终于在马路上看到背着包落寞的威廉。兰德尔还不明白威廉为什么要走，更是约好了医生去看病。That you have parents, that I just can't step in 40 years later and enjoy the fruits of someone else's. 听此，兰德尔恍然大悟，但他现在并不想听这些，他只是想让威廉多活一段时间。看到兰德尔的眼神如此坚定，威廉也只好妥协上了车。然而，当两人来到医院后，威廉的病情并不乐观。医生说，威廉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威廉最多还有3个月的寿命，他现在也爱莫能助了。回到家里后，善良的兰德尔把这一切都怪到自己头上，为什么没有早几年找到威廉？这天晚上，兰德尔来到父亲的房间，他告诉威廉给他找了个厉害肿瘤专家，并且询问了关于他母亲的事。这是父子俩第一次彻夜长谈。第二天一早，兰德尔看到有个警察找到威廉，原来是邻居举报把威廉当成了小偷。幸好兰德尔的到来，才让威廉摆脱了嫌疑。随后，兰德尔带威廉来到服装店，给他买了昂贵的西装，告诉他黑人只有穿得体面，那些警察才不会盯着你。往后的日子里，兰德尔带着父亲参加朋友聚会，并且观看女儿的演出。他想要弥补那些失去的时光，而威廉也明白兰德尔的用心，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成功人士。相反，他可以抛弃这个病入膏肓的人，可他并没这么做。I am so deeply sorry. I did everything wrong by you, and you've done everything right. You are doing everything right, son. 然而感恩节这天，兰德尔来到威廉的公寓，想要帮他把最喜欢的磁带带回去，却在抽屉里看到了一个信封。当他打开信封后，里面的内容让他目瞪口呆。